在古希腊雅典的青铜时代余晖中，一个哲学巨匠的故事正缓缓展开。柏拉图这个名字在历史的长河中犹如一道不灭的光芒，照亮了无数寻求知识与智慧的人。但在这个伟大思想家背后，隐藏着怎样的家庭和童年故事呢？我们常常忘记，即使是最伟大的哲学家，也曾是个普通的孩子，有着自己独特的成长经历。那么，是什么塑造了这位伟人的人生轨迹？他的童年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？柏拉图出生于公元前427年，来自一个显赫的家族。他的父亲阿里斯托是雅典的贵族和政治家，母亲佩尔克蒂翁则来自富有影响力的家庭。可以说，他出生在一个充满政治与哲学气息的家庭。从小，他就被教导要追求知识和智慧。这种家庭环境为他后来的哲学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但少年的柏拉图并不完全沉浸在书本和哲学讨论中，他还热衷于体育，尤其是摔跤，甚至在青年时期赢得了多场比赛。在那个动荡的时代，柏拉图的家庭并不是一直处于安稳之中。他的童年经历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阴影，这场战争不仅带来了无尽的破坏，也对柏拉图的世界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他目睹了雅典民主的兴衰，感受到了战争和政治斗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。这些经历让他开始思考理想国家和理想社会的概念，也为他日后创作《理想国》等著作埋下了伏笔。在青年时期，柏拉图遇到了他的人生导师苏格拉底。苏格拉底的思想和教学方法对柏拉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他开始深入探索哲学问题，尤其是关于道德和知识的问题。在苏格拉底被雅典政府处死后，柏拉图的思想和作品更加深刻。他开始游历各地，汲取不同文化和知识。他的旅行不仅是对知识的追求，也是对理想国家的探索。柏拉图的故事从他的家庭和童年开始，逐渐展开了他作为哲学家的伟大征程。在这个故事的第一段，我们探讨了他的家族背景、童年的经历以及遇到苏格拉底这个转折点。这些元素共同塑造了柏拉图的人生轨迹，也为我们后续探讨他的哲学思想和对西方文化的影响铺垫了基础。下面，我们将深入柏拉图的哲学世界，探索他的思想如何影响了后世。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，我们在用心的做视频，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麻烦你点赞和订阅，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。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，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，谢谢你。我们的视角转向柏拉图青年时期的生活和思想探索。这一时期对他的哲学成长至关重要，不仅因为他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哲学观点，还因为他经历了人生中的重大事件，这些事件深刻影响了他后来的思想和著作。苏格拉底的影响在柏拉图青年时期尤为显著。柏拉图被苏格拉底对知识和真理的不懈追求所吸引，他经常参与苏格拉底的讨论会，这些讨论会通常在雅典的市中心或者其他公共场所举行。苏格拉底的对话方法通过提问引导对方思考，深刻地影响了柏拉图。他学会了如何通过质疑和对话来探索哲学问题，这种方法后来成为他著作中的一个显著特点。在这个时期，柏拉图还经历了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处死，这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苏格拉底被指控不敬神灵和腐蚀青年，最终被判处死刑。这一事件使柏拉图对雅典的民主制度产生了强烈的怀疑，他开始思考理想政治制度的可能性，这也是他后来在《理想国》中提出哲学家王的概念的原因之一。除了深受苏格拉底的影响外，柏拉图的旅行经历也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。他曾到埃及、西西里岛和意大利等地旅行，这些地方的不同文化和思想给他的哲学观念带来了新的视角。特别是在埃及，他对数学和天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这些学科后来成为他哲学体系的重要部分。柏拉图的青年时期还见证了他对诗歌和艺术的深刻思考。尽管他在《理想国》中批评诗人和艺术家，但实际上他对艺术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欣赏。他认为艺术和诗歌能够触及人的灵魂，引发深层次的思考。这种观点体现了柏拉图哲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：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。
通过这些经历和思考，青年时期的柏拉图开始形成自己的哲学体系。他开始关注理想与现实的关系、灵魂的不朽以及知识的本质。这些思想后来在他的对话录中得到充分展现。这些对话录不仅展示了他的哲学思想，也体现了他独特的文学才华。总的来说，柏拉图的青年时期是他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。通过与苏格拉底的交往、旅行的经历和对艺术的深刻思考，柏拉图逐渐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家。他的思想不仅影响了他的时代，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柏拉图步入了中老年，这一时期是他哲学思想成熟和影响力达到顶峰的阶段。在这个时期，他不仅深化了自己的哲学体系，还创立了西方历史上第一所高等学府——柏拉图学院，对后世的哲学和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柏拉图学院的创立标志着他对教育和知识传播的重视。学院不仅是哲学讨论的中心，也是数学、天文学和生物学研究的重要基地。在这里，柏拉图和他的学生们探讨了理想社会的构建、灵魂的不朽、理想形式的存在等诸多哲学问题。学院吸引了许多当时的知识分子，其中包括了柏拉图的杰出学生亚里士多德。在中老年时期，柏拉图的哲学思想继续发展，他更加深入地探讨了理念或形式的概念。他认为这些永恒不变的理念是现实世界事物的本质和原型。这一思想体现在他的许多对话录中，尤其是《理想国》和《地脉欧篇》中。在《理想国》中，他描述了一个理想的政治社会，强调哲学家的统治和公正的社会秩序；而在《地脉欧篇》中，他探讨了宇宙的起源和构造，展示了他对自然哲学的深刻理解。柏拉图还关注了个人道德和政治伦理的问题。在法篇中，他提出了一套详尽的法律和政治体系，试图解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。这些思想不仅反映了他对理想社会的追求，也体现了他对当时雅典社会实际问题的深刻洞察。在晚年，柏拉图多次访问西西里岛，试图在那里实现他的政治理想。他希望通过影响西西里岛的统治者，建立一个理想的政治制度。然而，这些尝试最终未能成功，但这一经历反映了他将哲学思想应用于现实政治的决心。柏拉图的中老年时期不仅是他哲学思想成熟的时期，也是他对后世产生影响的关键时期。他的著作和思想成为西方哲学传统的基石，影响了无数哲学家和思想家。柏拉图学院的建立和运作，更是为后世的教育和学术研究奠定了模式。总之，柏拉图的一生是对知识和智慧不懈追求的一生。从他的家庭背景和童年经历，到青年时期的思想探索，再到中老年时期的哲学成熟和学院建立，每一个阶段都是他哲学思想不断发展和深化的过程。他对理想国家、理念的存在、道德伦理等问题的思考，不仅深刻影响了古希腊时期，也为后世的哲学和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。柏拉图，这位古希腊的智慧之声，其思想的光芒穿越时空，照亮了人类文明的道路。能看到这部分的朋友，我谢谢你的支持鼓励，我给你点个赞，你也给我点个赞好吗？柏拉图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古希腊的边界，他的思想成为西方哲学和科学的重要基石。在最后这一段中，我们将探讨柏拉图如何影响了这个世界，并举出一些具体的例子，使我们的叙述更加生动和深刻。首先，柏拉图对西方哲学的影响是深远的。他的理念论提出了一种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，这一观点对后来的哲学家，如亚里士多德、奥古斯丁，甚至近代哲学家如康德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在中世纪，柏拉图的理念论与基督教神学相结合，影响了许多中世纪思想家的观念。例如，圣奥古斯丁就受到柏拉图理念论的影响，他将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与基督教的神学观念相融合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。在文艺复兴时期，柏拉图的思想再次得到重视。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重新发现了古希腊文化，其中包括柏拉图的哲学。这一时期的哲学家和艺术家，如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，都受到了柏拉图关于理想与现实、灵魂与身体的思想的影响。柏拉图的理念论被视为追求真理和美的典范。此外，
柏拉图对教育领域的影响也不容小觑。他在《理想国》中提出的教育理念，主张教育应当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。这一观点影响了后世的教育理论和实践。在现代，很多教育制度仍然体现了柏拉图关于教育的一些基本思想，例如强调批判性思维和道德教育的重要性。柏拉图对政治理论的贡献也不可忽视。在《理想国》中，他提出了关于理想政治体制的思想，这些思想影响了后来的许多政治理论家和政治制度的设计。尽管柏拉图理想中的哲学家王概念在现实中很难实现，但他对公正、权力分配和政治道德的思考，为后来的政治哲学和民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。在科学领域，柏拉图的影响也不容忽视。他对数学和天文学的兴趣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。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更是在这些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。柏拉图学院成为古代科学研究的重要中心，为后来的科学革命奠定了基础。总之，柏拉图的影响力穿越了时代和地域的界限，深刻影响了哲学、文化、教育、政治和科学等多个领域。从他的哲学思想到他的教育理念，从他对政治理论的贡献到他对科学的推动，柏拉图的遗产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他不仅是古希腊的智者，更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巨星，其思想的光辉照耀着后世，激励着无数人追求真理和智慧。柏拉图这位古希腊哲学的巨匠，以其独特的思想和智慧，成为了人类文化遗产中永恒的瑰宝。